大家好，我们独家获得爱尔兰历史简本如何成为一个国家一书的播放权，出版简报出版社。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连结购买此书。介绍：爱尔兰有著悠久而迷人的历史，跨越了数千年。这本名为《爱尔兰历史导论》的书概述了该国的过去，从最早的居民到现在。他探讨了伊雷尔是如何被入侵和占领，宗教和政治斗争以及经济发展塑造的。他还着眼于爱尔兰文化，从语言和文学到音乐和民间传说。本书聚焦于说明定义爱尔兰的关键事件、人物和地点，是对翡翠岛历史的理想介绍。一、爱尔兰简介。爱尔兰是北大西洋的一个岛屿，有着悠久而多样的历史。岛上最早的 inhabit 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他们在大约1万年前定居该地区。瑟尔特人于西元前6世纪抵达，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该岛拥有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充满了入侵、战斗和征服。该岛有许多不同的统治者，包括瑟尔特人、罗马人、北欧人和诺曼人。到1700年代中期，爱尔兰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在此期间，英国人将他们的语言、法律和语言强加给爱尔兰本土人，导致了长期的压迫和冲突。1921年，英爱条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国家，包括该岛的大部分地区。这个新国家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宪法，以及自己的货币和国旗。尽管过去动荡不安，但爱尔兰现在是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它是欧盟的成员，近年来经历了一段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它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提供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充满活力的文化以及深厚而丰富的历史。二、爱尔兰地理。爱尔兰是一个位于欧洲西北部的岛国，它是欧洲第3大岛，也是世界第20大岛。它的地理由其漫长的海岸线、河流和湖泊以及山区地形定义。该国东面是爱尔兰海，西面是大西洋，北面是北海峡。爱尔兰北部海岸点缀住许多小岛，西海岸特别崎岖多岩石。爱尔兰位于大西洋，与英国隔爱尔兰海相望。该岛分为4个省，东部是莱茵斯特，北部是阿尔斯特，南部是明斯特，西部是康诺特。首都都柏林位于东部。爱尔兰的气候普遍温和，夏季凉爽，冬季温和。西海岸可能非常潮湿和多风，而东部通常阳光明媚。该岛有大量降水，特别是在西部和西北部，山区降雪很常见。爱尔兰的景观大多是低洼和起伏的，但岛上有一些壮观的山脉，如威克洛山脉和南部的麦吉利库迪里克斯。爱尔兰的最高峰是 Caronto Hill， 海拔1041米。全国各地还有许多河流和湖泊，包括香农河、厄恩河和尼格湖。爱尔兰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许多考古遗址，包括纽西兰旗的巨石墓，它被认为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此外，爱尔兰是个种动物的家园，包括马鹿、獾和红狐狸。三、爱尔兰如何成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如何成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世纪，当时爱尔兰人民仍然被分成不同的王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单独的王国联合成许多联盟，最终在1169年建立了爱尔兰王国。12世纪诺曼人的到来以及随后英国控制的爱尔兰领地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联盟。在16世纪，爱尔兰王国被置于英国王室的控制之下，导致新教徒在该国占主导地位，爱尔兰原住民流离失所。这一时期的英国统治在1800年的联合法案中达到顶峰，该法案正式建立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9世纪见证了爱尔兰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期，特别是在岛上的天主教徒中。20世纪初爱尔兰共和运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1922年独立的爱尔兰自由邦的成立。1949年，爱尔兰自由邦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并更名为爱尔兰。从那时起，爱尔兰一直是一个主权民族国家，今天是欧盟的成员。近几十年来，
该国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和经济转型，现在被认为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今天，爱尔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充满活力的文化和历史以及强大的经济。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说，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并继续吸引住来自欧洲其他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移民。爱尔兰护照是世界上最受追捧的护照之一，该国以其友好的人民、音乐、文学和悠久的历史而闻名。4. 史前爱尔兰。史前爱尔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大约西元前4000年。这是第一批居民从欧洲大陆抵达爱尔兰的时候，他们与他们兄弟使用石器和耕作技术来定居和耕种土地。爱尔兰第一个已知的文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农民，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少量的定居点。这些会议通常很大，呈圆形，中央设有会议区。他们是用石头和木头建造的，周围是一条大沟渠和一堆土。这种类型的定居点被称为 Ringfort， 他们的遗骸今天仍然可以在爱尔兰的许多地区出现。在青铜时代，从大约西元前2200年到西元前500年，贸易和宗教信仰在爱尔兰发展起来。在此期间，青铜工具和武器开始流行，陶器和金属加工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时期，纽西兰奇、诺斯和道斯著名的巨石纪念碑建成。这些纪念碑是爱尔兰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据信被用于埋葬和仪式目的。西元前500年左右开始的铁器时代，爱尔兰出现了强大的部落王国。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战士文化和等级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敦埃昂哈萨和敦恩埃斯建造了著名的铁器时代堡垒。这些堡垒是贸易和防御中心，标志住爱尔兰社会和政治变革时期的开始。铁器时代见证了德鲁伊的出现。德鲁伊是一个强大的牧师阶层，在古代爱尔兰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负责解释和执行法律，并监督宗教仪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群好战的凯尔特人开始进入爱尔兰，这标志住凯尔特时期的开始，一直持续到12世纪诺曼入侵者的到来。5. 爱尔兰的凯尔特人。爱尔兰的凯尔特人。爱尔兰的历史由其多元文化定义，这些文化已经发展了数千年。瑟尔特人是爱尔兰最早的文明之一，据信在西元前500年左右抵达该岛。凯尔特人是第一批居住在爱尔兰的人，主要是农民和牧民。他们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享受住半不疯狂的生活方式，为了利用现有资源，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凯尔特人建造了被称为环形堡垒的大型石头结构，提供庇护和防御。他们还建造了墓葬和站立的纪念碑，这些纪念碑被认为具有宗教或精神意义。凯尔特人生活在被称为 Tuatha 的 Danann 或女神达努人的部落中，并说一种叫做盖尔语的语言。今天在爱尔兰的一些地方仍然使用这种语言。凯尔特人精通战争艺术，在战斗中使用剑、矛和标枪等武器。他们还制定了一个复杂的法律体系，被称为布莱洪法，规定了人们如何相互交流。凯尔特人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民族，他们相信万神殿，他们都被认为是一个宇宙的一部分。他们还相信魔法和自然的力量，并举行了许多仪式以确保好运和生育。凯尔特人最终被维京人的到来和11世纪诺曼人对爱尔兰的征服所淹没。然而，他们给爱尔兰文化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他们的影响今天仍然可以在爱尔兰人民的语言、建筑、音乐和民间传说中看到。6. 巨石结构。巨石结构是一种点缀爱尔兰景观的大型石碑。这些纪念碑主要位于该国西部，由大型砾石组成，有时以圆形或线性图案排列。巨石结构一直被用来标记重要的遗址或事件，并且自史前时代以来就已经存在。爱尔兰已知最早的巨石结构是通道墓，这种坟墓通常由放置在土丘中的许多大石头组成。这些坟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西元前4000至2500年，但有些可能更古老。这些通道墓葬在全国各地大量发现，其中一些最著名的例子包括米斯郡的纽格兰奇、道斯和诺斯。
其他类型的巨石结构包括砾石，它们是单个大石头，通常比宽度高，并且可以以多种方式排列。石圈由几块以圆形图案排列的砾石组成，在爱尔兰也有发现。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米斯郡的 Brue-and-Avon 组合法。巨石结构长期以来一直与爱尔兰的宗教和超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据信，这些结构用于仪式墓地和重要事件的标记。人们还认为，这些遗址用于埋葬，并作为与精神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这些结构的确切目的仍然是一个谜，关于它们的确切含义和目的仍然存在许多猜测。7史前爱尔兰的基督教。爱尔兰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从西元4世纪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的到来开始。基督教已经在 Brten 建立，传教士试图将他们的信仰传播到岛上的其他地方。西元5世纪，圣派翠克领导了对爱尔兰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团。派翠克是英国出生的奴隶，被爱尔兰掠夺者俘虏并作为囚犯带到爱尔兰。他逃脱了俘虏，回到英国，在那里他皈依了基督教。回到爱尔兰后，派翠克开始向岛上的人民宣讲基督教资讯，并在此过程中使许多人皈依基督教。爱尔兰皈依基督教并非易事，许多德鲁伊和其他异教牧师抵制新宗教，基督教传教士和异教徒之间发生了几次暴力冲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开始在爱尔兰扎根，最终取代异教成为主要宗教。基督教的传播对爱尔兰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给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带来了重大变化。教育变得更加广泛，基督教传教士建立的修道院和教堂成为学习中心。爱尔兰的语言、文学和艺术也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蓬勃发展。基督教传入爱尔兰对爱尔兰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元7世纪，强大的爱尔兰至高王尼尔皈依基督教，圣派翠克的使命开始获得统治阶级的支援。这为爱尔兰王国在一个单一的基督教统治者之下逐渐统一铺平了道路。总之，基督教传入爱尔兰对该岛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重大变化，并有助于巩固该岛在一个单一的统一政治体系中的地位。8早期基督教爱尔兰。爱尔兰的历史漫长的复杂，可追溯到数千年前。在此期间，这片土地一直是众多不同文化、宗教和政府的家园。爱尔兰历史上最突出的时期之一是早期基督教时期，从5世纪持续到12世纪。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基督教首次被引入该地区，它将对该国的文化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类基督教时期始于5世纪传教士圣派翠克的到来，他负责在整个地区传播基督教信仰，并引入拉丁字母。他在岛上建立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成为学习和精神生活的重要中心。早期基督教时期的特点是爱尔兰大修道院的兴起，这些是学习和学术的中心，其中一些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 Clonmacnoise，由 St. Cyran 于548年创立。修道院得到了国王和其他地方统治者的支持，他们提供了土地和其他资源。在7世纪和8世纪，维京人的入侵开始威胁爱尔兰修道院。维京人掠夺并洗劫了其中许多人，其中一些被完全摧毁。作为回应，爱尔兰国王和王子开始在他们的修道院定居点周围建造石墙，创造了一些已知最早的石头防御工事。早期基督教时期也见证了由阿玛大主教领导的爱尔兰教会的发展。这个职位由奥尼尔家族担任，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是爱尔兰最强大的力量。在此期间，教会负责许多重要的发展，包括爱尔兰第1届国民议会 Dáil Éireann 的创建。早期基督教时期是爱尔兰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它见证了基督教的引入以及宗教和教育机构的发展。它还见证了强大的氏族和国王的出现，以及石头防御工事的发展。这些发展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爱尔兰国家奠定了基础。9修道介绍。修道院主义是爱尔兰历史上最重要和最悠久的分支之一，可以追溯到5世纪。
修道院是一种宗教生活形式，鼓励孤立的集体生活，以追求精神启蒙。它由圣派翠克创立，他将基督教带到爱尔兰，并迅速在爱尔兰基督徒中流行起来。爱尔兰的修道院运动的特点是一小群僧侣生活在孤立的环境中，将他们的一生奉献给祈祷和禁欲主义。这些僧侣在社会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与平信徒的实际应用之间提供了重要的联系。修道院也是学习的中心，通常包含对爱尔兰历史非常重要的遗章和手稿。在9世纪和10世纪，爱尔兰的修道院主义达到顶峰，全岛有600多座修道院。这些范围从小型隐居所到大型富裕的学习和文化中心。其中最著名的是 Clonmacnoise， 它成立于西元545年，今天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修道院主义一直是爱尔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12世纪，天主教会开始采取更集中的方法。这导致了爱尔兰修道院的衰落，因为教会强调以大城市和城镇为基础的宗教秩序。然而，修道院主义对爱尔兰历史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它主要负责保护传统的爱尔兰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今天仍在研究和珍藏的文学和手稿。修道院主义也对仍然塑造伊里什社会的法律、经济和政治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维京人入侵。维京人入侵是9世纪至11世纪在爱尔兰发生的一系列袭击和入侵。这是维京人向不列颠群岛更广泛的扩张的一部分，始于8世纪后期。维京人对爱尔兰的第一次突袭发生在西元795年，当时北欧人的长船沿着伯因河航行到克隆马克诺斯修道院定居点。在接下来的150年里，北欧人继续掠夺爱尔兰修道院，并在沿海地区定居，并在一些沿海地区建立永久定居点。维京人的入侵对爱尔兰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北欧人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些语言和文化与盖尔文化融合在一起，导致了一种新的混合文化，称为希伯诺诺尔斯。维京人还向爱尔兰引入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他们自己的北欧国王统治住爱尔兰人。维京人的入侵也带来了一段时期的战争和突袭，因为爱尔兰人反击了他们的北欧入侵者。这些战役中最著名的是1014年的克朗塔夫战役，爱尔兰国王布莱恩·伯鲁击败了都柏林北欧国王的军队。维京人的入侵在11世纪结束，爱尔兰人逐渐重新控制了他们的土地，北欧定居者最终融入了爱尔兰社会。尽管如此，维京人对爱尔兰的影响仍然可以在语言、文化和政治领域感受到。爱尔兰的诺曼人。诺曼人是一群来自法国北部的人，于西元1169年抵达爱尔兰，由他们的领袖理查·德克雷尔 （Richard de Clare） 或强攻 Strongbow 领导。这些诺曼人被邀请协助伦斯特国王迪尔麦特·麦克·莫尔查达 （Diarmaid Mac Murchada） 夺回王位。诺曼人的到来标志住爱尔兰历史上深刻变革时期的开始。诺曼人是凶猛的战士，能够击败爱尔兰军队，导致他们在该国定居。诺曼人控制了该国的大部分地区，并统治了爱尔兰本土几个世纪。诺曼领主被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赐予大片土地，然后分配给他们的追随者。这些领主建立了自己的法院、法律和政府形式，并开始与爱尔兰本土家庭通婚。诺曼人带来了一种新的语言和文化，逐渐与现有的爱尔兰文化融合在一起。他们用诺曼法语取代了盖尔语，带来了一种新的建筑和政府形式。他们还开始建造伟大的城堡和设防城镇，如都柏林。诺曼人还带来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制度今天在爱尔兰仍然存在。这个系统的基础是诺曼领主和他们的追随者之间的土地交换，以换取商品和服务。爱尔兰的诺曼人还引入了罗马天主教会，这对该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教会建立了许多修道院，成为重要的学习和文化中心。诺曼人在爱尔兰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爱尔兰人民，因为它允许基督教的发展和传播，引入新技术和耕作方法，以及贸易和商业的增长。诺曼遗产仍然可以在今天爱尔兰生活的许多方面看到。
12中世纪爱尔兰。爱尔兰的中世纪时期通常被认为是1169年的枪，结束于1536年。这个时代的特点是诺曼人入侵的兴起，以及随后英国人对该岛的殖民化。在此期间，爱尔兰经历了一段极端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时期，正如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变化一样。在11世纪和12世纪，由强攻领导的一系列诺曼人入侵开始了。这一时期见证了诺曼人统治和殖民该岛的时期。诺曼人建立了几个英国控制的领地，包括包围都柏林的帕尔人。这些英国领土被赋予了其他爱尔兰人所不具备的特权，例如贸易权。在14世纪，英国人在岛上的存在变得更加明显。这一时期见证了英国统治该岛大部分地区的时期，除了北部和西部的盖尔菲地。英国人引入了许多新的法律和制度，改变了爱尔兰历史的进程。这些变化包括禁止通婚和其他盖尔习俗的基尔肯尼法规，以及1536年将爱尔兰与英格兰联合起来的联合法案。英国统治爱尔兰的时期对该岛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英国的统治导致了一段时期的经济衰退和政治不安全，以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紧张关系。此外，英国的统治导致许多爱尔兰人流离失所，并将许多英国习俗引入爱尔兰人民。16世纪通常被视为英国统治在爱尔兰衰落的开始。这一时期见证了1641年爱尔兰叛乱的开始，以及随后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新教 ASC 终结的开始，他在爱尔兰建立了一个新教政府，一直持续到19世纪。爱尔兰的中世纪时期是一个动荡和变革的时期，它见证了诺曼底和英国统治的崛起，许多爱尔兰人的流离失所，以及许多英国法律和习俗的引入。这个时代也见证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新教崛起。13爱尔兰的英语。纵观其悠久的历史，爱尔兰的历史与英格兰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从12世纪开始，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削弱了爱尔兰本土，取而代之的是殖民政府。17世纪的种植园使该国的部分地区被英国殖民者殖民。这些定居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这些开始被视为爱尔兰的常态。在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感受到了英国在爱尔兰的存在。英国法律、语言和宗教开始主导爱尔兰社会。英国定居者对爱尔兰文化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与英国建立了贸易联系。英国人建立了自己的法院和法律体系，这与爱尔兰法律体系截然不同。爱尔兰法律体系以当地习俗和传统为基础。英国人在爱尔兰的存在引起了爱尔兰本土人的敌意和怨恨，在17世纪尤其如此。当时英国的统治被视为压迫性的，英国人制定了一系列压迫性法律，例如歧视天主教徒和非圣公会教徒的刑法，这引起了爱尔兰人民的广泛不满和暴力。在政治舞台上也感受到了英国在爱尔兰土地的存在。在19世纪，英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试图加强对爱尔兰的控制。这些法律允许政府干涉地方政府并通过法律，而不会共同侮辱爱尔兰人民。这导致了一系列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和起义。英国人在爱尔兰的遗产今天仍然能感受到。爱尔兰语受到英语的极大影响，英语仍然是该国的主要语言。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仍然牢固。尽管如此，爱尔兰仍然保留住强烈的文化和身份感。14爱尔兰封建制度。建制度是中世纪爱尔兰存在的等级治理和社会结构，这是对1169年入侵爱尔兰的诺曼人的封建制度的改编。爱尔兰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地主制度，国王或酋长处于等级制度的顶端，附庸或小领主在他之下。这些附庸被国王授予土地，作为回报，他们被要求在需要时提供军事服务或援助国王。这种土地制度被称为赐封，并在各个贵族和他们的佃户之间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在附庸之下是佃户，他们是生活在土地上并耕种土地的人。
佃户通常必须向他们的主人支付租金或提供工作力，以换取土地的使用权。一般来说，领主的财富和权力取决于他拥有的土地数量和在该土地上耕种的人数。由于法律的一系列改革和变化，爱尔兰封建制度在19世纪被废除，最终导致1870年和1903年的爱尔兰土地法案。这些改革彻底改变了爱尔兰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赋予佃户拥有他们工作的土地的权利，结束了封建制度。15基尔肯尼法规。基尔肯尼法规是英国政府于1367年强加给爱尔兰人民的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旨在为爱尔兰历史上动荡的时代带来和平与稳定。这些法律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爱尔兰人融入英国文化和语言。法律禁止爱尔兰人说英语、穿英式衣服或使用英式姓氏。爱尔兰人被要求在所有法律背景下使用盖尔姓氏和盖尔语。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婚姻是非法的，违反法律的人将受到严厉的罚款和惩罚。基尔肯尼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没有阻止爱尔兰人融入英国文化。事实上，规约甚至可能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英国文化对许多爱尔兰人来说比传统的盖尔生活方式更具吸引力。尽管基尔肯尼法规存在缺陷，但它在说明塑造爱尔兰历史进程方面仍然很重要。这是英国人控制爱尔兰并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爱尔兰人民的第一步。基尔肯尼法规提醒人们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的统治权力以及爱尔兰人民几个世纪以来的斗争。爱尔兰历史简介。爱尔兰是位于北大西洋的一个岛屿，就在联合金德的西海岸附近。它是欧洲第3大岛，也是世界第20大岛。它拥有丰富而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有自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活动的证据。几个世纪以来，该岛一直由各种势力统治，包括瑟尔特人、罗马人、维京人和英国人。爱尔兰最早的居民是被称为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他们在西元前7000年左右到达。直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才开始在该地区定居，有农业和建造纪念碑的证据，如巨石墓。瑟尔特人在西元前600年左右抵达爱尔兰，并建立了今天仍然完好无损的盖尔文化。在此期间，该岛遭到许多其他群体的入侵，包括罗马人、萨克逊人、维京人和诺曼人。在12世纪，英国人开始控制该岛，他们将他们的法律和习俗强加给爱尔兰人民。爱尔兰人民主要是天主教徒，而英国人是新教徒。这导致了两个群体之间几个世纪的冲突，并最终导致了1919年的爱尔兰独立战争，结束了英国的统治。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赋予爱尔兰人民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很快演变成爱尔兰共和国，至今仍然存在。虽然爱尔兰共和国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爱尔兰岛仍然分为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土地，后者是英国的一部分。爱尔兰的历史是漫长而复杂的，但它塑造了爱尔兰人民的文化和身份。这是一段以斗争为标志的历史，也是一段韧性和决定性的历史。它见证了爱尔兰人民克服逆境并保持了他们独特的文化身份。16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爱尔兰。爱尔兰历史上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始于亨利8世于1509年登基，结束于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都铎王朝从1509年到1603年统治，斯图亚特王朝从1603年到1714年统治。16世纪，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征服将该国从盖尔封建社会转变为由英国人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社会。这是通过投降和重新授予的政策实现的。爱尔兰酋长和领主被允许保留他们的土地，以换取对英国王室的忠诚。这使英国人控制了该岛的大部分地区，并使他们能够实施直接控制人口的错综复杂的地区和地方政府系统。在斯图亚特早期，新教成为爱尔兰的官方宗教，盖尔文化逐渐受到压制。这导致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阿尔斯特种职员、
爱尔兰本土人口被英国和苏格兰定居者所取代。这个时代也见证了刑法的开始，该刑法限制了居住在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的政治和经济权利。18世纪，随着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世，斯图亚特王朝在爱尔兰的统治结束。在接下来的1个世纪里，爱尔兰社会受到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这最终导致了1800年联合法案的通过。该法案统一了爱尔兰王国和大比里坦王国。结论：总之，爱尔兰的历史悠久而迷人。从史前文化的早期到现代，爱尔兰拥有独特而丰富的历史。这本书介绍了这段历史，突出了有助于国家复杂而充满活力的文化的关键时期和发展。了解爱尔兰的历史对于培养对其文化的欣赏至关重要。这本书为探索爱尔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谢谢收看。